我们俩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我带4个孩子跟他重组家庭，我们还生育了一个女儿，今年5岁。俗话说的，嫁汉穿衣吃饭，他1分钱生活费也不给我，所以我选择了离婚。他是我的初恋，我一直很喜欢他。离了婚，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。他的4个孩子都长大了，不再需要我的照顾，往后余生一别两宽，不恨不念，各自安好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张先生46岁，来自河南东城；女嘉宾邓女士42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我看你们资料的时候，大概得出一个结论，你们算是再婚离异夫妻，对吗？对，是再婚重组的家庭，对吧？这是指再婚，离异是指你们现在又离婚了，对吧？今天是您想求前妻，想复婚，想复合，是还是不是？对。他是有4个孩子是吧？对。你嫁给了一个带着4个孩子的男人，再婚的时候咋想的？这负担挺重的呀。他当初的时候呢，就哄我，给我买套房子啊。我们就是都有孩子，然后没有钱，然后就是没有办酒席，然后就跟他一起去工地去了。我也没有嫌弃他没有钱，也没有嫌弃他家里穷，跟着他在工地过了几年，生了一个小宝宝。所以实际上面你们2个人要负担仨孩子加7口人的生活是吧？前妻的4个孩子是吧？你们又生了一个闺女。对。负担好重啊！那还有啥闲心思闹呢？这不是玩命干活挣钱养娃吗？开始对我挺好的，他就是我们矛盾从有孩子之后，孩子3岁了要回来上学，第1年回来上学没有给他要钱，我就想着在工地没有挣什么钱，然后就是那4个孩子要上学，然后呢我在家里呢卖点面膜，然后就裹着我娘俩吃饭，然后第2年我挣不到了，然后就问他要，他就不耐烦。你身边带着你们自己的闺女，还有那4个孩子您带吗？那4个孩子他奶奶带。就为啥不给人钱呢？又不是给他钱，不是给孩子钱吗？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5000块钱吧，打个比喻，5000块钱的话，4个孩子我要转4000，我确实没有资金来给他。我想到他手里多少有一点。那闺女不也是您的闺女吗？对，我只能说这么大的能力了。那你只有这么大能力，你别再结婚了，你一个人就先把那4个孩子拉扯大不就完了吗？你给自己找这麻烦干啥呀？他没有钱嘛，他也不说，他就说我2分女人事儿多，我都没嫌弃你现在反而嫌弃我事儿多。那您在嫁给他之前也有孩子对吧？有个儿子。有个儿子。那你跟他们家这4个孩子关系处得怎么样？关系很好很好。你嫁给他多少年？15年到现在。9年了。啥时候离的呀？去年11月份。谁提出来的？我提出来的，因为钱也给不了，爱也给不了，还有4个孩子，然后憋屈的慌，所以我就提出来离了。他的那4个孩子最小的多小啊？最小的2个双胞胎是17，2个女儿大一点，上研究生，上大学。2个大女儿都在读书啊？儿子也在读书。离了以后，现在这小闺女谁带着？我带着，我想着跟他在一起也是我带，离开也是我带，然后生活费也不给，现在。不是，那你跟人复婚干嘛呢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吧。那您跟您以前那个儿子还有联系吗？有联系，就是他的孩子我对他掏心掏肺的好，但是我的儿子，然后他谈恋爱，然后找我拿2000，然后他都心里不舒服。他的孩子可以当个宝，我家孩子都不行。为啥呀？因为他孩子也在打工，他要找大人要钱，所以说这一项我说我不支持他，他心里就不舒服。不是，如果那是你们自己的孩子，我觉得都没问题，当爹的这个教育方式没问题。但是第一是你们是再婚重组，第二应该你的儿子不在身边吧？你就算给你老婆个面子，就对你这么薄情是吧？觉得？
还有什么事儿让你伤心啊？他的大女儿不是20多岁了嘛，然后就是一直我对她挺好的，想着自己做后妈，然后就是想尽好的，然后给她，也不想让她羡慕别人，然后就想着她在学校里，然后要啥呢，尽量的满足她，从10多岁，然后到现在都你看都20多了，对吧？然后有一年她大学回来，然后就是做兼职，做第1个月没有钱吃饭，然后我就给他找我要，然后找我要呢，然后就给他将近给他500块钱。等第2个月，他高兴的，然后给我说，他说妈，我发工资了，发了3000。第2天我就给他说，那你在家看孩子，然后我就去剪个头发。我说女儿，我说给我拿点钱，我去剪个头发。他都不愿意，反正我什么话都没说，然后就在心里一大块石头，就觉得付出了很多，但是真的到你认为的现实需要的时候，这个大闺女儿等于让您心里失望了，是这意思吧？特别特别凉那种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对孩子这么好，孩子发了工资了，几百块钱都不舍得给我做个头发。其实给我也不要他的，但是小孩子没这样做，他心里就不舒服。对，他就是试探嘛。对，就是试探。但是这个小孩子毕竟还是个孩子，接触的人情道理上面比较懂得少一点。那你这些给的钱是你们俩一起挣的，你给的，还是说都是您自己挣的钱再给这些孩子花呀？自己挣的。那也就是说，结婚之后您自己一直在挣钱是吧？开始没有，就生了我这家这个孩子开始做的。还有跟他结婚几年，我母亲不在了，然后就是回来，然后没见到我妈，然后就给我爸取了1万块钱。他身上没有钱，然后我就取我自己的就给我爸了，然后他就在外面说我给我娘家发钱了，然后我跟他还讲，我自己儿子，然后我准备他结婚，准备个5万。他也不愿意，所以种种事情。这为啥呀？我感觉到儿子以后结婚，他给我说的准备5万块钱。我说儿子结婚，他那边有爸妈，房子也搞好了。我说你准备的有点多，我们的一大家子也要过日子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同意。他家孩子都是宝，我家1个儿子他都不愿意。我是做工地的，我想着做工地赚钱特别不容易哈。农村来讲，5万块钱一下拿出去不一样。那等于你有了小女儿之后，你就等于在家带孩子是吧？他在外面打工是吗？不是，有了女儿3个月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做了那个自媒体，然后就卖点东西，边抱着孩子，然后边做。他在工地上班，我还要给他做饭。脑部出血了，然后就是说谁出血？我自己。你脑溢血啊？对，然后就是累的，就累的。然后他就说，如果不是他给我缝孩子，我就挣不了那几万。好像这孩子然后是我带来的一样，我自己做，自己回顾客信息，所有的事都自己做。他来了一句，不是他给我哄孩子，然后我就做不了，然后我就很憋屈，很憋屈。您靠什么生活呀？现在我就靠一点自媒体卖点东西，就带着小闺女。她也不给抚养费，1分都没有给。哎，为啥离了婚不给人抚养费呢？我想到他手里还有一点。你是把他都算到骨子里了，那你跟人复婚干嘛呢？唉，这也是我的错吧。不是，那咱说说复婚以后你打算怎么过这日子？不管以后挣多少。挣多少钱我都给他好好过日子。其实给他结婚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他的钱，然后都是谁就是给我买套住的，所有的都发在孩子身上，我从来没说过一句怨言。等于这个女人嫁给你什么都没要，算裸婚，对吗？对，买了一套。是还是不是？是，等于我就买了一套房给他，买了一套房。对。离婚之后这套房在谁的名下？那个房子在我的名字下，因为那个套房都便宜，就10来万。就现在您跟闺女住的就是那套房是吧？OK， 好，我想问个问题啊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家挺重男轻女的吧？本来我们是2个女儿不想要了，最后老人说不行，没男孩子不行，怎么的，最后来个双胞胎。不是，你就是拼嘛，3胎就是拼儿子嘛，不生儿子不罢手嘛。第一个妻子为什么走啊？我就在外面打工，等我回来，他说走，他跟别人一块走了之后，我又不把家里东西，我说我算了也不在老家了，我说我都打工也不在家住，孩子在奶奶家，
我说算了，我也不进了，他把东西也拉走了，他自己拿了2、3万块钱吧，他自己走掉了。所以其实您的第一段婚姻，那个妻子就是帮您生娃呗，您在外面打工呗。对。他离开你就是因为按您的说法是跟别人走了是吧？对。说的比较隐晦，对吧？对对。那实际就是在您这儿得不到关怀嘛，觉得不像过日子了，于是就跑了嘛，也是这意思吧？也可以这样理解。就是你就没有疼过他，对不对？一直打工，在外面工地上，一说你们都知道的，工地上打工你又我们知道挺难，对，挺累，很辛苦，对吧？这是个现状，那这个就应该珍惜啦。我跟他在工地的时候对我挺好的，就回来就不好了。两地分居了就不好了是吗？有了孩子就不好了。啊，有了孩子就不好了。因为没有孩子之前，他一直在我身边，我们2个。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吧，也因为家庭的事。就是为什么还要再要一个孩子呢？我们也是意外，他意外有的。他想到40岁了哦，要一个吧，他想的是这样想的，最后我们就要下来了。你虽然前面的前妻给你生了4个孩子，但是你对做父亲或者是父亲的这个角色，其实你并不熟悉，对吧？你的主要角色就像一个单身汉一样的，在外面去打工。打了工挣钱，回到家里，家里有女人就让女人养孩子，家里没女人就让老娘帮你养孩子，是吧？这个我没办法，我只能打工挣点钱回来给老人养孩子，这个是没办法，我要在家。所以我说，其实怎么做父亲，父亲的职责，这个在您心里只要挣了钱就是个好父亲，是吧？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就挣不了钱。行，我知道，这就是您心里的难嘛。那你现在如果跟他复婚的话，复婚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不给他复婚，坚决不复是吗？对，就啥条件都不复了。你想考虑一下，唯一的就是我家闺女可怜。哦，行，那您还打算再婚吗？不打算，就自己带着孩子。好，那也可以不急着复婚，再观察观察。如果复婚之后，下一步的生活安排是什么？你媳妇儿和你闺女，你打算怎么跟他们在一起生活？复婚之后，我算能尽量我做到一个合格的丈夫。不是，你别说口号，您大概准备怎么做？家务活呀，什么东西呀，做饭呀，这个东西我都会的，我都会来搞。啊，你就准备跟他们住在一起了？对。还出去打工吗？打工还要出去打工，不打工。不，那你出去打工1年要打多长时间的工呢？一般的就是，有的时间是5个月，有的时间是6个月回来一次，有的时间赶到工期忙的时间，常年都要回不来。所以啊，您说回家给他们做饭呀什么的，这是一句空话呀。我尽量的，你没法守着他们生活，是还是不是？对。那我现在能够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决绝了，不想复婚了，因为在生活上面你是陪伴不了他们母女的，对吧？对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他担心你在外面那么辛苦，也有担心吧？所有挣的钱又只能挣那么多钱，你还得活着，那些钱从过往9年的经验来看，你都寄给了那4个孩子了。他跟闺女实际上面一分都没有，他也不舍得再压榨你，说你再给我玩命干，他也接受了这个现实了，所以他说选择分开嘛，是给你减轻负担啊，想过吗？我还是不想分开。你不想分开，你同意离婚，你个笨蛋啊！当时也是赌气，事儿反正就这么个事儿，大家听明白了。老师们有什么招吗？你们给支支吧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们2个人再婚以后的离婚，看似是被钱打败了，过不了钱的关，婚姻没法维系了。虽然你不容易，但是你顾及到自己的妻子嘛，她很显然并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很大的女人。你的复婚请求很渴望，自己也是真心想复婚，你就带着她一起去打工。
我认为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孩子现在还小，也可以生活在一起。前提是你要把自己赚的那点钱全部交到这个女人身上，由她去打理，她不会乱花钱。她想要的是有安全感，想要的是这个男人真心对她好。你做不做得到？如果你做得到，我想两个人复不复婚还有的谈。谢谢。谢谢波红兄啊，何老师。我觉得别谈，我觉得没得谈。从女生角度上来说，我觉得没得谈，压根儿就没得谈。就是大哥，我希望你能善良一点。这个善良是你真的要想一想，是他如果跟你复婚之后，对他的人生有什么真的改变或者真的提升吗？我们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有情饮水饱的那个年代了。这个真的是这样子，他现在女儿还这么小，你也没有真的带过孩子，没有培养过自己的孩子。一个小女儿，她从出生到成长，从童年到少年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她需要一个非常健全的环境，这个健全的环境是让她的母亲要身心健康的。其实我觉得你给这个大姐既给不了她想要的物质，你也给不了她想要的就是情绪价值。其实你要想，她带着你们的孩子也会过得很好，这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，你放过她吧。说完了。谢谢魏老师。陶老师。我就觉得两个人都挺可怜的，但是呢，又某些节点上看又挺可恨的。就是男人可能会就是尤其是以就是家庭顶梁柱啊，主要收入来源的男同志，他可能会有一些时间长期，甭管是膨胀也好啊，回家的一种优越感也好啊，可能你会觉得我平时什么都不用管，全交给你，但是大事上得我拿主意，会有这种感觉吧？当时说这个5万块钱的时候，对吧？因为钱主要来源你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想，你占了大便宜了。你4个孩子，人家1个孩子，这已经不是1碗水端平了，是水碗跟水缸的区别了。人家才1个，你4个，而且现在用跟他复婚这个方式，然后把大姐又拖到另外几个孩子要结婚的一个漩涡里边，他未来要操心的事更多了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站在你现在的位置，还不如已经都这样了，我把我这几个孩子全部都弄好，我一个人孑然一身的投入到你跟我小的这怀抱，那会儿我再追求你复婚，我当然这是我个人选择啊，我可能这样，我觉得我够义气一点。如果你是他的话，对，如果是他，我既然已经因为之前孩子的事，而且是我想明白的情况下，我会选择把4个孩子全部长大成人，让你们有自己的生活之后，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，我开始对你好。但是你现在这个，你说劝你们俩和好吧，又可怜这大姐。要不劝你们俩和好吧，我也不忍心。其实你们俩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反正善良的人啊，对，都善良，没有坏人，只是在某些节点的选择是错误的，所以最难。我说完了，听听别的老师吧。这个婚呢，先不着急复，也别下结论说不复。你的前妻对你的孩子好，为什么？甚至于比对自己的孩子好，为什么？不就是拿他的真心换你的真心吗？然后跟着你去打工，掏的都是真心啊，他不图你钱，他知道你挣多少啊。所以就在此时此刻，你还是没有拿出你的真心。你要想真的赢回他的心，你就掏出你的真诚好吗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告诉我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会拿心来对待，别说这虚的。这年来，他带他的孩子，你的孩子哦，你不给生活费，你不给抚养费，拿什么看你的真心？拿什么？钱都不给，说哎呦你那儿应该是有钱，这是算计啊！所以凭什么让他相信你呢？先拿出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你的真心，好吗？其他空的话不说。现在断然不能答应他复婚，但是要留机会，好吗？就这样。谢谢曲总，来听听帮帮团老师们的意见。作为广电帮帮团，我觉得大姐这几年挺亏的啊。我觉得你在用9年的时间，就是陪着她度过了她最难的时刻。
但是他的孩子都长大了，现在他觉得生活稍微轻松一些了。但我觉得你现在非常冷静的走出来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大姐你今天能来，给足他面子了。后面的生活你已经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去照顾自己的生活跟孩子了，你一定要慎重的考虑，好吗？好的。作为广电帮帮团呢，今天就是我非常坚定的想帮一下这位女士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特利特曾经说过，人不能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所以我觉得摆在你面前的就2条路，一条呢是回头的路，一条是向前的路。回头的路一团乱麻，但是向前的路虽然未知，但是我觉得清晰。最后呢，送你一句话：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，加油！其实特有意思啊，女生出奇的一致，坚决不能回头，就不复婚吗？我也是觉得先别复婚呢，但是关系不要断，毕竟还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嘛，对吧？抚养费1分都不给。抚养费是不是应该给？给吧？给。就咱不要急着复婚，咱先把抚养费给了，行不行？行吗？行。每个月按月给抚养费，还是一次性给他1年？一次性给也行，那看他的要求。那你说？那写的都1个月给了，你咋不1个月给呢？好，那就按月给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按月给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周跟孩子和你通个电话？他带走晚几天都没事儿，只要给孩子一个好的陪伴，能给一点钱就行。能给点钱贴补一下，好吧？你能做得到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可以。确实吗？确实可以。好，那剩下的事儿就好聊了，复不复都不重要了，都不关键了。我想复。如果这些都做到了，你觉得复婚还是个问题吗？想清楚。我们不提复婚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不复了哈。不复啊。刚才好像是谁说的，谁是谁的初恋是吧？我是他的，他小时候就追过我，然后没同意他，就喜欢我自己儿子他爹，后来就感动了吧，就觉得他很好对我，所以就这样嫁给他4个孩子。看见没有？是有情愫的，打小就喜欢，所以还是有情感基础的，他们不是没有感情基础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还是想复婚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如果说走到哪里，我都是给你带到哪里，永远都不分开。你先把你的细节做好了，细节都做不好，还要去复。你考虑一下。我今天的命题特别简单，你放弃复婚，承担小闺女的抚养费，且关心前妻的身体，就打个电话嘛。前提是放弃复婚啊，我们先不考虑复婚这件事儿，您就出来，好吧？您出来也很简单，虽然离婚了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有共同的孩子。为了这个孩子，我们保持一定的尺度的联系，比如说孩子成长的信息共享，对吧？类似于此，您就出来，好不好？连这个共享都没有，就说你只要把抚养费给我了，你这男人我见都不想见你，那你就别出来。我说清楚了吗？说清楚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谢谢你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，没有悬念，双出。我觉得双出吧。如果不复婚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是双出；如果要是说复婚的话，俩都别出来了。双出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对
再婚的离异夫妻作何选择？请开门。行，也行，是个态度。他的态度很简单，给孩子寄钱，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其他的关于复婚之间的这种东西。如果你还喜欢，你想追回他，因为我们知道嘛，恋爱这件事情就是我喜欢，我追求，别人也有拒绝的权利。怎么做，你自己去做，一定记得你还有个老五哦。老五是需要生活费的哟，能行吗？可以。能行吗，兄弟？可以。加油，好不好？好的。祝您幸福，谢谢，请回。也谢谢您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